这是蜘蛛侠第一次在漫威电影宇宙露脸，但他不是来拯救世界的，是被钢铁侠临时摇过来抓美国队长的。此时，复仇者联盟迎来史上最惨烈的一次内部分裂，曾经的队友如今变成了两个互相叫板的阵营，一边是美队带队，猎鹰、蚁人、鹰眼、旺达、冬兵全在阵中，另一边钢铁侠领衔，战争机器、蜘蛛侠、幻视、黑豹一字排开。这架势就像擎天柱对威震天，你站哪一队呢？到底是什么让复联走到这一步？故事得从1991年的西伯利亚说起。镜头里的卡尔波夫是冬兵的控制官，他用一串触发词激活了冬兵巴基，确认冬兵状态在线后，派他去执行了一项特殊任务。那晚巴基骑着摩托截停了一辆轿车，车里坐着的正是钢铁侠的父母霍华德·斯塔克和玛利亚，后座箱子里装着好几管蓝色血清，是新一代超级士兵计划的关键。霍华德慌乱中恳求他放过自己的妻子，但下一秒他还是掐住了玛利亚的脖子，夫妻俩双双死在车内，托尼连跟父母告别的机会都没有。时间快进到2016年，这天黑寡妇、猎鹰、旺达还有美队接到情报，交叉骨朗姆洛带着一队雇佣兵正试图闯进生物研究所抢夺生化武器。美队率先赶到，一顿甩出去，来回旋转就把门口的几个杂兵全清干净。猎鹰随后杀到，3两下解决掉几个守卫。旺达自复联2被收编后，这是他首次出外勤，战斗力已经是神级别的存在，毕竟后来在复联4里能单挑灭霸。接着寡姐骑着摩托出场了，话说这辆车是不是班纳在纽约大战骑的那辆？他靠一套丝滑的近身格斗，单枪匹马放倒了几个正准备跑路的雇佣兵。这时交叉骨出现了，仗着装甲加持的身躯，一把将寡姐扔进装甲车里，顺手往里面塞了颗手雷。好在寡姐在车里解决了几个小兵，最后一刻冲了出来。交叉骨为了把抢来的生化药水带走，让手下兵分4路迷惑复仇者。寡姐和猎鹰分头追击，美队也追了上来，不料一颗炸弹突然击中他的盾牌，美队反应够快，直接甩了出去。交叉骨从背后偷袭，打了美队一个措手不及，但美队很快稳住节奏，几个组合拳加一记回旋脚，就把穿着装甲的交叉骨揍翻在地。交叉骨摘下面具，美队逼问他幕后买家是谁，他却说出了巴基的名字，就这一个名字让美队瞬间分神。朗姆洛趁机引爆身上的炸弹，想拉美队同归于尽。关键时刻旺达出手，用混沌能量包裹住爆炸推向高空，但他没能完全控制住，炸弹在大楼中间引爆，整片建筑被摧毁。瓦坎达的无辜平民在烈焰中丧生，这次误伤也成了旺达一生的阴影。事情一出，全球117个国家联名抵制复仇者联盟，指责他们是一群拥有毁灭力量却没人管的法外之徒。报告里还列了一串清单，从复联1的纽约，美队2的华盛顿，到复联2的索科维亚，全是复联造成的损失。于是这117个国家联合拟定了一份索科维亚协议，核心内容就是复联从此不再是私人武装，一切行动都得受联合国专门小组的监督。说白了，下次地球遇到危机，能不能出手得看这个小组同不同意，而且损失全算在复联头上。寡姐问如果不签呢？罗斯将军回了句不签就全部强制退休。私下讨论之后，美队站在自由这一边，他亲眼见过神盾局被九头蛇渗透的样子，最清楚权力被滥用的后果，认为一旦签了字，复联就成了任人摆布的工具。托尼则站在责任这一边，他背着奥创的阴影和无数冤魂的指责，觉得不设限的话，他们只会越来越不受控制。两个人各有各的道理，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，复联分成了两派。正吵得不可开交时，美队收到一条短信，他曾经的女友佩吉卡特去世了。美队赶到教堂参加了他的葬礼，陪他走完最后一程。但此时的美队又有了新的女友，是神盾局13号特工沙伦卡特，也是佩姬的侄女。葬礼结束后，寡姐找到美队，想劝他一起去签协议，说团结其实比团结的方式更重要。美队听完还是坚持自己的立场。3天后，就在瓦坎达国王在维也纳市政大楼准备宣读索科维亚协议时，国王的儿子特查拉察觉到了不对劲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国王遭到恐怖分子的炸弹袭击，被当场炸死。寡姐前去安慰他，但愤怒的他誓死要铲除凶手。In my culture, death is not the end. It's more of a stepping off point. 警方通过调查，嫌疑人正是美队的好兄弟巴基。美队看到消息完全不敢相信，为了查清巴基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他通过特工沙伦卡特拿到了巴基的藏身地。两人刚见面，巴基就说那不是他干的，美队也信他，但还没来得及商量下一步，联合国特警就冲了进来。在美队的掩护下，巴基逃到了顶楼，却被穿着黑豹战衣的人拦住。这是黑豹第一次在漫威宇宙登场，全身正经战衣，食指全是利爪，两人当场打了起来。黑豹招招致命，
这时，一架战机突然闯入，分散了黑豹的注意力。巴基趁势一脚踹开黑豹，转身往下跳。黑豹用利爪抓着墙壁往下滑，两人在路上你追我赶。猎鹰也加入战斗，巴基扔了颗炸弹，一声爆炸后，几人在隧道口停下脚步，警车已经在那里等着了。黑豹摘下面具，众人这才发现他居然是瓦坎达的王子特查拉。随后几人一起被带走了，美队的盾牌和猎鹰的翅膀也被没收，巴基则被关进一个看起来坚不可摧的密封牢笼。托尼试图说服美队签协议，表示再拖下去后果谁也兜不住。美队本来有点动摇了，却意外得知反对签协议的旺达被软禁了起来，他当场就不淡定了。这意味着一旦签了字，复联就会彻底沦为官方的工具，连基本的自由都保不住。两人在争执中关系几乎彻底破裂。而另一边，按规定政府要给巴基做心理评估，一个心理医生被派了进来，但这医生是泽莫假扮的。就在这时，整栋大楼突然断电，这个医生却不慌不忙地掏出一个红色笔记本，走到巴基面前念起了那段洗脑咒语。巴基的瞳孔瞬间涣散，呼吸急促。冬兵再次被唤醒，他像一头野兽般冲破牢笼，几拳下去，防弹玻璃碎了一地。此时的冬兵只听一个人的指令。这时发现不对的美队两人冲了进来，他质问这个叫泽莫的家伙到底干了什么。泽莫的回答却含含糊糊。巴基跟疯了一样朝两人扑过来，3两下就把猎鹰放倒。美队想拦住他，但面对暴走的巴基也吃不太消，最后一拳被怼进电梯井里。巴基一路杀穿，层层阻拦，冲到大厅。关键时刻，托尼赶到了。